数百名骁骑卫离开尼日利亚的驻地之后，吴书同也在袁承泽的陪同下乘车离开。不过，吴书同与骁骑卫的方向截然相反，朝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方向驶去。之所以要去阿布贾，是因为吴书同觉得几百名骁骑卫现如今已经是打明牌了，必然已经暴露，自己趁着骁骑卫吸引对方注意力的机会，绕远路从阿布贾去摩洛哥，必然要安全许多。只是吴书同做梦也想不到，他乘坐的车辆从离开油田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自动贩卖机捕捉，同时也进入了 AI 重点监控的范畴。从油田到阿布贾至少有6-7个小时的车程，抵达时也已经是早上。吴书同便在路上开始安排右军都督府进行紧急撤离。按照都督府的正常工作流程，必须具备一主2备的基础条件，也就是1个主要驻地和2个备用驻地。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就可以直接切换到备用驻地。备用驻地并非每一个在右军都督府的成员都知道，能知道备用驻地的，基本上都是右军都督府真正的高层和心腹。换句话说，也就是吴家自己人。即便袁承泽都不知道现如今2个备用驻地究竟在哪。之所以严格保密，就是为了防止内部出现问题。目前右军都督府的备用驻地分别在西班牙和立陶宛，前者靠近直布罗陀海峡，后者则在波罗的海腹地。一旦启动紧急轮换，右军都督府的所有工作便会暂时停止，然后这些知道备用驻地分布的高层会组织所有人立刻启程，但不会告诉他们去哪里以及怎么去，直至抵达新的驻地。吴书同只是看了一眼地图，便决定把右军都督府迁到立陶宛去。原因无他，那地方离摩洛哥这个是非之地最远。相反，那西班牙就跟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隔了一道直布罗陀海峡，小快艇1个小时就能开到，等于是一竿子杵到火堆旁了。可是转念一想，好像选立陶宛又不太合适，到时候上报英主，英主一看就知道自己选立陶宛的动机是什么。无奈他只能放弃立陶宛，通知吴家的心腹，让他们立刻准备将整个右军都督府迁往西班牙。而与此同时，吴天林也向吴飞燕汇报了吴书同的决定，告诉吴飞燕，英主，书同决定前往摩洛哥戴罪立功，是要将敌人的线索找出来。吴飞燕挑了挑眉，道，既然他去了，就通知3大长老做好准备，明日也启程前往摩洛哥。吴天林问他，英主，您不是让3大长老在尼日利亚等消息吗？又为何这时候把他们派出去？吴飞燕道，几百名骁骑卫和虎贲军，恐怕还吸引不了对方。对方刚在摩洛哥赢了我们一次，想来也不会为了击杀一些骁骑卫和虎贲军而冒险。不过吴书同去了就不一样了，他是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如果对方知道他去了，很可能会按捺不住对他下手，让3大长老暗中跟上去，不光是有机会一击毙敌，也能保护吴书同的安全。吴天林知道英主这是打算把吴书同当作诱饵，眼下这种情况，对方首战大捷，自然是无心恋战，除非一个价值极高的目标出现，才会让他们想要乘胜追击。如此看来，吴书同确实是个好诱饵，况且有3大长老暗中守护，想来吴书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吴天林便立刻说道，英主英明，属下这便传令3大长老。待吴书同赶到阿布贾机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还没下车，所乘坐的车辆就已经暴露在了阿布贾机场的大量自动贩卖机的监控范围之内。为了尽早赶到卡萨布兰卡，吴书同命人提前租赁了一架公务机，在阿布贾机场等候。到机场时已是早上，他下了车便与袁承泽一起直接走贵宾通道，来到了贵宾候机楼安检过关。此时的阿布贾机场内，自动贩卖机就算达不到3部1台，也至少实现了每30米至少覆盖1台。这些自动贩卖机内的监控设备采用大广角超高清的镜头，
基本上实现了180度的拍摄角度，再加上都是靠墙放置，所以不存在任何监控盲区。吴书彤从下车开始，一直到登机口，全程都在监控范围之内。而此时此刻，叶晨与众人也在天亮之前赶到了食品厂。李亚林与其他骁骑卫以及死士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见到李亚林，叶晨便开口问他：“李探长，这里一切顺利吧？”“顺利。”李亚林介绍道。“叶先生，这些死士和骁骑卫纪律性都很强，外面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也看不出任何破绽。我已经在周围布置了暗哨，目前没有发现可疑人员靠近。”“好。”叶晨点了点头，道：“我们要从今晚开始陆续撤离，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争取5日之内全部撤出摩洛哥。”李亚林道：“5天时间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叶先生 ，AI 刚才给了一条预警，他利用我们的自动贩卖机，捕捉到2个可疑人员从尼日利亚的驻地绕到阿布贾，从阿布贾登上了一架目的地为卡萨布兰卡的公务机。”叶晨好奇地问道：“尼日利亚的骁骑卫不是都从拉各斯直接飞卡萨布兰卡了吗？这2个人舍近求远，应该是不想被我们发现吧？”李亚林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推测。”说着，他掏出手机，打开吴书彤与袁承泽在阿布贾机场被拍摄到的高清面部照片，说道：“您看一下，就是这2个人。”叶晨接过后看了看，随后又递给一旁的宋如玉，问他：“宋小姐认识这2个人吗？”宋如玉定睛一看，顿时惊讶不已地说道：“这2位是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和袁参将。”叶晨一听是大都督，顿时来了兴致，立刻道：“详细说说。”宋如玉指着照片上的吴书彤，解释道：“这位就是大都督吴书彤，另一位是右军都督府的参将袁承泽，袁承泽是大都督的心腹。”叶晨惊讶地说道：“这吴书彤竟然亲自来摩洛哥了，看来是要现场督军啊。”宋如玉道：“叶先生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大都督肯定难逃责备，这时候亲自过来督军，也算是相应，主表明忠心吧。”叶晨点点头，翻看了 AI 节选的一些图片，诧异地说道：“奇怪，此人的左手怎么一直藏在袖子里？